自己卖车没有这样简单，改车改起来，有什么东西我们看不顺眼，我们去改它。少价、里数低，在二手车行算精品车，但是 Car King 公路上的真理就是，如果你的车上有安装行车记录器，在发生碰撞或者遇到有人碰瓷的时候啊，只要你没有犯错，你又有拍摄下来，你就是真理。今天就要为大家介绍一款来自70迈的 A800 SE， 它的前置镜头解析度是3840×2160，30 frame per second， 而且它的后置镜头啊是一个1080p Full HD 镜头啊，是用超级电容电池，它是可以承受超过50万次的充放电循环啊。除此之外，它支援高达512GB 的 memory card 啊，它也是有 built-in GPS 功能，你可以在你的画面上面看到，这个 GPS 显示的这个维度啊。再来就是它有先进的 ADAS 系统，前车走掉了过后，它会提醒你道路偏移警示啊、紧急碰撞录制啊，这些功能呢，通通都包含在里面。看完那么好看的产品，大家都可以点击影片左下角这里过去查看价钱啦。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内容啦 ，Let's go！ Yo，what's up？ 欢迎回来的 ATH， 我是阿豪 ATH， 我是 Jason。没有错，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之前我在我的频道有 upload 一个 video 是讲关于行车记录器的。可是那个行车记录器的影片呢，前面有大概38%的篇幅啊，我就聊了一个关于 Malaysia 的二手车啊，不管什么 brand， 已经渐渐的没有二手价了。那个影片我看到其实讨论度很高，所以今天我延伸出来，把整集影片塞满，都在讲关于这个话题。我自己一个人讲不好看，我们找Jason来讲。可以，因为Jason其实他也是接触了很多 car industry 的东西，对，包括销售，包括 recon 车，所以对于二手车 recon 车，我们Jason肯定是很有经验。我自己个人啊，有察觉到一个东西啊，就是 Malaysia 现在哦，不管什么 brand 啊，包括我自己的 Toyota Vios 啊，以前是一个神车级别的一个存在。对，以前的二手价很硬。以前你讲到二手价，你第一个想到就是 Toyota Vios、MyV、Beza、Altis。我后来在我要卖掉我的 Vios 的时候，我就有去给 Car3 quote 价钱，给二手车行 quote 价钱，我才发现原来那个二手价神话已经没有了，没有以前这么夸张了。真的嘞。主要是我察觉到了，现在太多很够力、高性价比的中国车进来了，新车价太便宜了，而且更加的跨界。你用日系车的价格，同等级的价格，你买到更加高级的东西。对，很多消费者他们就开始慢慢的接受中国车，甚至接受一些本来他们想都不会想的品牌，可是他们可以接受，因为性价比高嘛。尤其是马来西亚人的消费观啊，买车也好还是什么，第一个就想到哦，我要那辆车性价比够高。当中国车把那么高的配置搭配那么便宜的价钱在马来西亚市场销售的时候，日本车甚至国产车啊就被影响了。对，最主要还是二手车的价钱就影响很大。打一个比方啦，假如今天你开的是一辆二手日系 SUV 啊，那车现在你要去卖啦，是他们二手车行要吃这个车下来，其实也很压力的。140千的日系 SUV， 我给你猜，现在我的车可以收多少钱？8万。不到收车价没有？我们当然要看收车价，因为二手价这个东西都取决于收车价。很多人还是去上网看卖多少钱来决定，哦，我的车还有这个二手车价。不是这样看，除非你自己很厉害，有办法自己销掉，你就不用给车行收。这个东西我们等下延伸来讲，没有这样简单的啊。是自己卖车没有这样简单，等下我们才来讲为什么没有这样简单。这样我猜一下，你的那辆 Toyota 的 SUV 应该还可以65千以上啊？差不多啊，差不多，超过半辆哎，就一半不见了。亏了超过半辆，对，而且我的还是 P 牛头牌，二手价之神，所以你看二手价神话已经没有了。OK， 我们来讲我妹妹，我家里啊 Perodua Ativa， 给吗 ？Perodua 的车的二手价一定给了，给7万多块新车，现在收车啊，他的银行的贷款都 cover 不到啊，还要贴钱卖车，你懂吗？而且也不是很旧的车嘞，大概跟你差不多一样。所以你看 Perodua、Toyota， 我自己的 Vios 也中了哦，我的 Honda Civic FE， 我去估了二手价。他们收车的价钱，我当场跌倒啊！为什么？有些人讲哈，你真的要卖掉你的 Civic FE， 一年亏3万多嘞？它是一辆 Honda 嘞，它不应该是一个很有保值力的车咩？它以前可能是。那为什么现在可以亏3万多？因为新车 Honda Civic FE 都有在做折扣，还扣很多，真的扣很多啊，不是开玩笑。不止 Civic 罢了 ，CD 也有扣 ，CRV 扣到更够力。蛮 surprise 的就是日系车的折扣
已经有的位置，想当年是没有可能的。以前啊，我们讲回5年前、7年前，中国车还没有进来马来西亚市场的时候啊，你要在过年过节或者年尾的时候，他们 clear stock 的时候，才可能拿到一个3000块 discount。现在是过万了，我听讲啦，第4代 Vios 啊，现在扣12、13千。所以你看，我如果要卖给二手车行，他们会评估的吗？哦，你的车那时买的时候9万多块，现在新车扣12、13千，这样我应该吃你多少钱呢？我不可能吃你7万吗？这样我要卖多少钱？我卖8万，新车也是8万。这样我吃你6万，我卖7万，人家加多1万块买新车还是不行。这样我吃你5万哦，5万你讲我吃太低，你不要卖我。对。现在很多二手车行就会遇到这个问题，收很低，收很低。哇，你没有听过有人讲哇，他收很高哎，这个。以前的卡桑跟麦杜嘎我有听过，有啊，有一段时间，以前刚来的时候，对，那时还没有中国车。现在中国车，我们拿日系 CRV 来讲，很豪华的一辆 C segment SUV 嘛，你用了一个3年拿去二手车行卖，你买的时候17、18万，他要收多少钱？他收100千啊。假设100千你可以买到新车，中国车，利息又低，配置又更好，又是 SUV，我干嘛买一辆二手的？所以二手车行他们会担心我用100千收你的 CRV 回来，可能你的 CRV 3年5年了啦，我收回来我要卖多少钱？我卖110千啊，或者我卖108千啊，我周末不要去买 X70更大辆，不是更大辆，是更豪华。我为什么不要去买 Cherry？ 我为什么不要去买其他的车，或者新能源车，或者 PHEV 的车？真的是可以。所以当他有这个顾虑的时候，他不能吃你高价的，他一定要把你的车价压到低，他也要保障自己。他不懂那个车会停在他车行多久嘞？对，这个从以前也是日系车的优势，因为毕竟日系车怎样都会销得比较快一点，对比其他德系车啊，因为以前只可以对德系跟韩系啊，所以德系、韩系二手价比较烂。对，它压到你很低，是因为它分分钟让车坐在那边一脸不会出。对咯，那一年整个市场一直在滚动，新车一直在出，可能停了1年，那你会故障啊。本来没有事没美的，收回来的时候，这样子停一下，停一下，故障车就咚，完蛋。拍手，完蛋啦！他又要花钱去修先，去解决那些 fault。对，他的 costing 太高了，他们为了保障自己没有办法的，你的车价一定是跌得很够力的。现在日系车也是面对一样问题，我们不要讲日系，我们讲回 Perodua 啦，也是一个二手价之神，一向来买 EV 啊，给人家印象就是二手价好吗？可是现在买 EV 假如买进来6万新车，你3年后要卖掉，二手车行要吃多少钱呢？他假如吃4万，我4万块可以买到。看到吗？新车配置又高，6颗 airbag，5 ADAS， 4万多块，利息又低，因为是新车，谁还要买一辆几年的迈马来西亚的市场，二手市场已经是渐渐的走向没有二手价了。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也算开始正常，这样才正常。之前是不正常的。而且马来西亚没有刹车制度嘛，所以那个老车啊，你可以继续用，所以他们车行就可以一直卖。以前啊，我可以卖4手车、5手车的，对。可是未来当车的性价比越来越高的时候，因为对手多了嘛，对手多的时候自然会卷起来嘛。性价比越来越高的时候，新车价越来越便宜的时候，我为什么不买配置更高的新车，而且价钱加上利息过后，可能真的差不多。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买 V 第3代买新车啊 ，H 版嘛，那时候在48，还没有到5万，5年还要换车，收车你才可以收到48是新车，对，5年后超级高30。42，哇！二手车行，我讲这5年你亏8000，那个二手车行要卖多少钱？不过这种车他们快进快出啊，可能他赚1000、2000他放了。对，但是对于买到那时的新车的人来讲，那时候真的是神。OK， 现在我们要来延伸讲刚刚那个自己卖没有这样容易啊。我自己就试过自己卖车，没有这样容易的一个点，就是我的 BRZ 是我对 buyer 我要卖给他，中间没有二手车行啊，价钱不错，但是啊，你要先出一条钱，full settle 你的车。假设我欠银行10万，我就要先从自己的口袋拿10万块去银行 full settle， 把那个车的贷款缴清，你才可以把这辆车革命。如果你还在贷款，还在欠这银行啊，其实那辆车不是。对啊，那个车是银行的，所以如果你的车是这种4万多块的车，你5年后要full settle，可能你还欠1万多块 ，OK， 你去full settle1万多块，然后你就卖给你的下一个车主。但是如果你的车是 Alphard、Wildfire 20-30万的车，完了怎么办？还有一个方法的，就是不要卖。
很多架 Alphard Wildfire 20C、30C 的，看到40C 流口水吗？哇，我很想要啊！啊，新款真美。是如果你要卖掉旧款的啦，除非你 direct owner，你 direct 卖给你认识的人，价钱稍微会好一点。你要玩那笔钱来付 set 啦，对除非你一开始就买 cash。既然都要拿那一笔钱来付 set，何不尝试一下把自己的车 upgrade 一下呢？变成40C 改车。改车有一句经典名言啊，改车改起来，从不把它变回原装的样子。有什么东西我们看不顺眼，我们去改它 ，upgrade 它。所以很多20C、30C 啊，其实是可以几乎88%改成40C 了，最秋的那一款了，目前最新的。主要是膜也越来越成熟，真的越来越像。以前20C 改30C 的年代，他们的模具的手工可能还没有这样美。现在哦，40C 的手工哦已经是很美了，但是模具的开发是模具的开发的手工，安装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你懂吗？对，它从外国运来 Malaysia。OK， 这个模具很美，但是如果你给一个不会装的人，或者你给一个乱七八糟随便乱装的人，完了完蛋。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嘛。Jason 呢，他现在就是在我们 Johor Bahru 这边 Precision CS 的一间专门改 Alphard Wildfire 的旗舰改装店。哎，我们有过一集探店影片，我们确实是来发掘了很多20C 改30C、20C 改40C 的一些车款。所以如果你们错过那一部影片的话，哎，在 Jason 头上啊，哎，是我头上啊，啊，在那边不是这里啊，不是我头上啊，哦，OK，是你头上啊，啊，可以点击过去看一下。想要把你们的20C、30C 的 Alphard Wildfire 升级的话，都可以联络 Jason。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我会放他的 WhatsApp link 啊，直接去找他。手工还有材料很重要，鸡蛋炒饭一样的鸡蛋，一样的饭，一样的饭。你给一个经验老道的厨师煮，对，跟你给一个新手厨师煮，那个味道是两回事情。所以我非常推荐啊，如果你们有这些车想要做改装的话，都可以过来这边逛逛。那讲回刚才我们讲的二手价的东西啊，很多人讲我傻的，买什么 Model Y 电动车，买什么 Saga， 买 Beza 二手价好。在影片的结尾前呢，我一个东西想要传达给大家就是啦，我觉得啊，一台车你要用到它，才是你买到那个钱真金白银花到值得，而不是等到最后卖车的时候多几千块，然后你在这几年的用车过程中，你一点都不开心，没有用的。买车要买自己喜欢的，买车要买适合自己的。就像我一直讲的，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车的，但是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这辆 Saga 跟 Beza 比起来，肯定是 Saga 比较适合我，因为它配置比较高，安全系数比较高，再来就是它的操控感比 Beza 好。我如果为了二手价多几千块，给它多1万块啦，5年后啦，或者8年后多1万块，而在这5年跟8年期间，我每天过到不开心，驾车没有力，操控又差，我每天没有安全感，舒适度又不好，然后我下大雨走highway我还要怕 ，Why？为什么我要这样痛苦？那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啊！所以很多人讲我傻，买那种不保值的车。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懂我的人生要什么，而不是为了5年后、8年后我要卖车的时候多那几千块。我宁愿啊，在这5年、8年间努力去把那几千块、1万块、几万块赚回来。这个东西我有遇过，顾客可能要卖他的车，没有价，少价，里数低，没有错。你的是在二手车行算精品车，但是我们讲你可以做多少？对呀、你可以拿到可能2000、3000，不多的。还有人更好笑，我看过2年了，那个Sunvisor的纸袋还包住，后座的椅子还包住，有什么用？卖车的时候才会多50块嘛，还是100块？没有的。然后还不要紧，日晒雨淋啊，那个太阳啊，把那个 plastic bag 的那个不懂会不会生产什么有毒气体啊？其实会减瘦啊。所以人很奇怪的，当你看到你的钱越来越少的时候，你会焦虑；可是你的生命一天一天在减少的时候，没有感觉的，没有一个指标。所以我选择把我的人生过好。OK， 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喜欢类似这样子的影片，你们有什么题材想要聊，都可以在影片下方打上来告诉我们。我是阿豪 ATH， 我是 Jason，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 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hen we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